地球，人类的唯一家园，我们真的属于这里吗？这个问题要从一块化石说起。那是1984年，在云南，一位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一块改变人类认知的化石。那是一块属于寒武纪早期的化石，上面保存着一种从未见过的生物形态，一种拥有巨大眼睛、镰刀状前肢、锯齿状背刺的捕食者。它被命名为云南澄江海口拟克罗蛛。这个发现让科学界震惊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想过寒武纪早期的海洋里竟然已经存在着如此复杂、如此精致的生命形态。但真正让科学家感到困惑的，并不是这只古生物本身，而是它出现的时间节点。在寒武纪之前，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大多简单渺小，以单细胞生物为主。它们在海洋里漂浮了30多亿年，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复杂的痕迹。然而，大约在5亿4千万年前，生命突然像是被按下了加速键。在短短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现存的动物门类都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想象一下，如果把地球的整个历史压缩成1年，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是在12月31号的最后几分钟，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发生在11月17号。这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你有没有想过，在11月17号之前的11个月里，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最简单的生命是如何在沉默了30多亿年之后，突然爆发出如此复杂的生命形态的？这个问题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每一个生物学家的心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在寒武纪之前的20多亿年里，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一片被细菌和藻类统治的世界，没有动物，没有植物，只有无尽的微生物在海洋里漂浮。它们没有眼睛，没有大脑，甚至没有细胞核。它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活着本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然后突然之间，在大约5亿4千万年前，一切都变了。科学家至今无法完全解释这个现象。有人认为是氧气含量的变化触发了这次大爆发，有人认为是基因调控网络的演化让生物有了更多变化的可能，还有人认为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推动了进化的加速。但这些解释都无法真正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寒武纪之前，那些更古老的生命，它们去了哪里？它们和寒武纪之后的生命有没有任何联系？答案是，我们不知道。这种不知道本身就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因为按照进化论的基本逻辑，生命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物种都应该是从更古老的物种演化而来。但寒武纪之前的化石记录却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那时候的生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生命似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2条路。有一种可能性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诡异，也许寒武纪之前的生命和寒武纪之后的生命并非来自同一个源头，也许它们是2次独立的起源事件的产物，
一次发生在30多亿年前，产生了那些古老的微生物；另一次发生在5亿多年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复杂生命。而我们人类正是这第2次起源事件的后代。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就意味着地球上的生命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多元。我们可能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外来者，那些古老的细菌和藻类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外来物种，只不过它们的外来发生在几十亿年前，而我们人类的外来可能发生在更近的时期。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但它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你可能听说过费米悖论，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文明，那么为什么我们从未发现过它们的任何痕迹？这个问题后来被衍生为一个更加广泛的讨论：如果地外生命是存在的，那么它们在哪里？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外星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来过地球。但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已经来过了，而且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像是《星际迷航》或者《三体》的剧情，但它正在被一些严肃的科学家认真思考。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生命可能来自外太空的假说，逐渐从科幻小说走进了科学实验室。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并非在地球上土生土长，而是从宇宙的其他角落迁徙而来。这个假说被称为胚种论或者泛种论。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对陨石的研究。1969年，一颗陨石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莫奇森镇附近坠落。科学家在这颗陨石中发现了超过70种不同的氨基酸，而氨基酸正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也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化学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氨基酸中有许多种是地球生命体内常见的类型。这意味着陨石中携带的生命原料和地球上生命所使用的原料是高度相似的。这个发现让科学界炸开了锅。如果陨石能够携带有机分子来到地球，那么它们是否也能携带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比如微生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微生物从何而来？它们是在太阳系的某个其他地方诞生的，还是来自更加遥远的星际空间？有一种可能性特别让人细思极恐：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于火星。这个想法并非空穴来风。科学家发现，在大约40亿年前，火星曾经拥有和地球相似的环境，液态水、浓密的大气层以及适宜的温度。如果生命能够在地球上诞生，那么它也完全有可能在火星上诞生。而如果火星上的生命比地球上的更早出现，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就是火星生命的后代。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它的逻辑是成立的。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物质交换是可能的。当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时，产生的碎片可以飞向太空，其中一些碎片最终会落在地球上。
如果这些碎片中携带着火星上的微生物，那么一个星际移民的故事就可能真实发生过。2013年，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一个名为盖尔陨石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化学物质硼酸盐。硼酸盐在 RNA 的稳定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 RNA 被认为是早期生命最有可能的遗传物质。这个发现让科学家兴奋不已，因为它暗示火星上可能曾经具备合成 RNA 的化学条件。更有趣的是，这个条件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地球上出现类似条件的时间更早。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 RNA 能够在火星上更早地被合成，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就不是原创的，而是引进的。我们可能是某种火星后代。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假说。我们还没有在火星上发现任何活的微生物，也没有在任何陨石中发现过能够证明星际生命迁移的直接证据。但这些假说正在帮助科学家重新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在我们深入讨论人类是否来自外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生命的起源在主流科学看来是怎么回事。关于生命如何出现，科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假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原始汤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的早期，海洋中充满了各种简单的有机分子，氨基酸、核苷酸、糖类等等。这些分子在闪电、紫外线或者火山活动的能量驱动下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更加复杂的有机物。最终，某些有机物具备了自我复制的能力，生命就此诞生。1953年，科学家斯坦利·米勒和哈罗德·尤里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米勒尤里实验。他们在实验室中模拟了早期地球的环境，高温、低氧，充满甲烷和氨等气体。然后他们用电流模拟闪电，观察会发生什么。结果令人震惊，在短短1周的时间里，他们就在实验装置中检测到了多种氨基酸，包括生命体中常见的甘氨酸和丙氨酸。这个实验被认为是证明了原始汤假说的可行性。至少在理论上，早期地球的环境确实能够产生生命所需的基本原料，但原始汤假说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假说是热液喷口假说。这个假说认为，生命可能不是在阳光普照的浅海里诞生的，而是在黑暗深邃的海底热泉口附近诞生的。在海底的某些地方，地壳的裂缝会喷出高温的流体，携带着大量的化学物质。这些热泉口周围温度可以达到300-400摄氏度，酸碱度极端，环境条件极其恶劣。但正是这种恶劣，可能恰恰是生命的摇篮。因为在热泉口附近存在着大量的化学能梯度，这些能量梯度可以驱动生命的化学反应。2017年，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大苏尔海域发现了一个深海热泉口，那里生存着一种名为甲烷巴蝶球菌的微生物。基因分析显示，这些微生物的代谢系统几乎完全依赖于热泉口提供的化学能。它们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氧气，甚至不需要有机物，
它们只需要硫化氢、二氧化碳和氢气就能够生存和繁殖。这个发现让热泉口假说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因为它证明在现代地球上，生命确实可以在完全没有阳光的环境中生存。这意味着，在早期地球上，当太阳光还没有穿透厚重的大气层到达地表的时候，热泉口可能是唯一能够提供足够能量的地方。但无论是原始汤假说还是热泉口假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只能解释有机物如何出现，却无法解释生命如何出现。有机物和生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前者只是一堆化学分子，后者则是一个能够自我复制、进化和适应的复杂系统。从一堆简单的有机分子到一个活生生的细胞，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被科学家称为生命的起源问题，或者更直接地说，生命的起源之谜。而这个谜团正是人类可能不是地球原住民这种假说的起点。因为如果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个更加激进的可能性？生命根本就不是在地球上诞生的。让我们回到人类本身。如果你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比如，我们的身体有206块骨头，这个数字比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多出了将近100块。多出来的这些骨头是在哪里呢？答案是我们的手和脚。黑猩猩的手和脚骨头数量比我们少得多，因为它们需要用4肢行走。而我们人类为了支撑直立行走，进化出了更多的脚骨，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拱形结构，就像一座天然的桥梁，能够承受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只有2只脚，却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其他4足动物有4只脚来分担压力，而我们只有2只，这是不是一种设计缺陷？再比如，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头骨并没有完全愈合，这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黑猩猩的新生儿在出生时，头骨就已经比较坚硬了，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快地独立行动。而人类的婴儿在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完全依赖父母的照顾。这种脆弱的设计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风险。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存活。但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进化出这样的缺陷？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太大了，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而女性的骨盆为了适应直立行走，已经变得比祖先窄得多。这导致了一个矛盾：大头和小骨盆让胎儿的出生变得极其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胎儿在头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时候就出生，然后在体外继续发育。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它假设进化必须妥协，为了一个目标，比如更大的大脑，就必须牺牲另一个目标，比如更好的骨骼结构。但进化真的只是在妥协吗？还是说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让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缺陷。人类的身体不能自己合成维生素 C，
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能够合成维生素 C， 但人类不行。我们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 C， 否则就会患上坏血病。这在现代社会中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吃水果和蔬菜，但在远古时代，当人类还没有学会种植和烹饪的时候，缺乏维生素 C 的获取渠道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不是一种缺陷？另一种缺陷是，我们对太阳光的抵抗力很弱，过度暴露在阳光下会导致皮肤灼伤，增加皮肤癌的风险。这对于一种在非洲大草原上进化了几百万年的物种来说，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设计。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化出更好的防晒能力？还有一个细节可能更加让人不安，我们的眼睛。人类的眼睛有一个盲点，视神经。穿过视网膜的地方没有感光细胞，导致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不到任何东西。大脑必须通过猜测来填补这个盲点的信息。这种设计在工程学上被认为是低级错误。任何有理智的工程师都不会把电缆放在屏幕的前面，但进化设计了我们的眼睛，把电缆放在了前面。这些缺陷是真的缺陷，还是另有深意？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看似缺陷的特征可能恰恰证明了人类并非土生土长的地球物种。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真的是在地球上进化了数百万年，那么我们应该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我们没有。我们的身体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不适应的特征，这暗示我们的起源可能在别处。当然，这种观点并非主流。大多数科学家会告诉你，这些缺陷都有其进化学上的解释，它们是进化过程中的权衡结果，而非设计错误。但主流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无论我们有多少缺陷，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今天，成为了这个星球上唯一建立了文明、飞向了太空的物种。这种成功真的只是进化的产物吗？还是说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外来物种？从生物学上来说，外来物种指的是那些通过人类的活动被带到了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的物种。比如，澳大利亚的兔子是18世纪被欧洲殖民者带过去的，美国的亚洲鲤鱼是20世纪被用来清理污水池塘的，后来泛滥成灾。这些物种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原本不在那里，但因为人类的行为，它们来到了这里，并且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但外来物种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动物和植物，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外来可能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人类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外来物种，那么最有可能的来源地就是外太空。是的，你没有听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认真考虑一个可能性：地球上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本身，可能并非在地球上土生土长，而是从宇宙的其他角落迁徙而来。这种假说被称为胚种论或者泛种论。它的核心观点是，生命的种子可能搭乘陨石、彗星或者其他天体，在星际空间中传播，最终落在了地球上，并且在那里繁衍生息。
这个假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19世纪就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科学家在陨石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机分子，甚至发现了一些可能来自外星的微生物痕迹。支持这种假说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对莫奇森陨石的研究。1969年9月28日，一颗流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莫奇森镇上空爆炸，碎片散落在方圆13公里的范围内。这块陨石迅速成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在莫奇森陨石中发现了超过70种不同的氨基酸、核苷酸碱基以及维生素 B3 等关键生物分子。这些发现让胚种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支撑。但真正让科学家感到兴奋的，并不是这些有机分子的发现本身，而是它们的一个特殊性质，它们的手性。手性这个词可能听起来很陌生，但它其实很好理解。想象一下你的左手和右手，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但它们是镜像对称的，无法完全重叠。很多有机分子也具有这种性质，它们可以以2种互为镜像的形式存在，我们通常称之为左旋和右旋。地球上的生命几乎只使用左旋的氨基酸，这被称为手性偏好，是地球生命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奇怪的是，在陨石中，科学家发现左旋和右旋的氨基酸几乎是等量存在的。这意味着，如果陨石中的有机物是随机产生的，那么它们应该有一半左旋，一半右旋。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陨石中的有机物很可能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它们是在外太空的某个地方，在某种特殊的化学环境中产生的，而这种化学环境可能正是地球上生命诞生的起点。换句话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真的来自外星，不是我们这些成年的有智慧的人类来自外星，而是我们最原始的祖先，那些单细胞的微生物可能来自外星。它们搭乘陨石，跨越星际空间，最终落在了地球上，并且在那里繁衍生息，最终演化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生命形态。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人类确实可以被称为外来物种，不是我们自己在入侵地球，而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入侵了这颗星球，并且在上面建立了我们的家园。当然，这个假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即使微生物能够搭乘陨石穿越星际空间，它们能否在漫长的旅途中存活下来？陨石进入大气层时，会经历高温灼烧，足以杀死大多数微生物，除非它们躲在陨石的内部深处，或者具有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保护机制。另外，即使微生物能够在陨石中存活，它们能否真正殖民地球？地球的环境和它们家乡的环境可能完全不同，大气、成分、温度、光照、引力，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它们构成致命的威胁。但这些问题并没有阻止科学家继续探索胚种论的可能性，因为从概率上说，宇宙中存在着数以万亿计的星系，每个星系中又有数以千亿计的恒星。
而在这些恒星中又有无数颗行星。如果在这些行星中，哪怕只有极少数具有和地球类似的条件，那么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可能性就绝对不能被忽视。而如果生命真的在宇宙中普遍存在，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传播到地球上来呢？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暂时离开生物学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天文学。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中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天体流浪行星，它们不围绕任何恒星运转，而是在星际空间中独自游荡。它们可能曾经是某个恒星系统的一部分，但在某种引力扰动下被甩出了原来的轨道，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涯。流浪行星的数量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2011年，一项研究估计，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着数十亿颗流浪行星，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想象一下，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有数十亿颗孤儿在黑暗中独自漂泊。流浪行星会带来什么？它们可能携带着冰层，在漂泊的过程中，冰层会融化，产生液态水，而液态水正是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意味着，即使一颗流浪行星没有太阳的照耀，它也可能因为内部的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热量，或者其他热源，拥有一片温暖的海洋。这样的环境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适合生命的存在。2016年，科学家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约40光年的流浪行星，它的质量约为地球的10倍。科学家猜测，它可能是一颗超级地球，拥有厚厚的大气层和巨大的海洋。这样的行星可能具备支持生命存在的条件，即使它远离任何恒星。如果流浪行星能够支持生命的存在，那么它们也可能成为生命传播的载体。一颗流浪行星在穿越某个恒星系统时，可能会捕获一些微生物，或者释放一些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就可能成为星际移民的种子，在新的星球上生根发芽。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假设，我们还没有在任何流浪行星上发现过生命，甚至还没有发现过任何流浪行星表面的详细图像。但这些假设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生命起源的新视角。也许生命并非地球上独有的现象，而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能只是这个普遍规律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现在，让我们回到人类本身。如果说胚种论解释的是生命如何来到地球，那么我们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人类是如何从那些原始的微生物演化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在科学上被称为人类进化史。根据主流的进化论，人类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表亲。在大约600万到8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分道扬镳，开始了不同的进化之路。从那以后，人类这一支逐渐演化出了直立行走、使用工具、语言、抽象思维等独特的能力，最终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智人。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清晰，也很完整。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人类进化史，你会发现一些让人困惑的空白。比如，在从猿类到人类的过渡期中，存在着许多缺失的环节。化石记录显示，
大约在4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南方古猿，一种能够直立行走但仍然保留着猿类特征的生物。但从南方古猿到能人，最早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类物种之间还有一段空白，科学家至今无法确定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个空白是在能人和直立人之间，大约在250万年前，能人出现在非洲，大约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但在这200多万年的时间里，能人如何演化成后来的各种人类物种，仍然是一个谜。化石记录显示，这段时间里，地球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人类物种，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勒斯人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现代人类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议。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大约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大约在4万年前，丹尼索瓦人也消失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是因为现代人类的竞争，还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其他什么因素？有一种假说认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可能和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有关。大约73000年前，印尼的多绪湖发生了一次超级火山喷发，这是过去10万年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火山喷发。它喷出的灰烬覆盖了大面积的亚洲地区，可能导致了全球性的气候灾难。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这次火山喷发可能导致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的大量死亡，人类差点就灭绝了。但这个假说本身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类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了下来，而尼安德特人却没有？如果我们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起源，为什么我们比他们更有韧性？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确定的答案。科学家只能根据现有的化石和基因证据进行推测和假设，而这些推测和假设往往会指向一些更加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比如，有一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2010年的基因研究表明，现代欧洲人和亚洲人体内有大约1%到2%的基因来自于尼安德特人。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完全灭绝，他们的部分基因仍然存在于我们体内。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混血，那么为什么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占比如此之低？按理说，如果混血发生过，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应该占据更大的比例。为什么只有1%到2%？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基因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当他们混血的时候，后代可能面临一些健康问题，导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难以在现代人类种群中扩散。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现代人类在某个时期曾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种群瓶颈，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幸存者只有少数几个祖先。如果这个时期发生在混血之后，那么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稀少。种群瓶颈假说
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科学家发现，现代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实际上非常低，比起黑猩猩，我们的基因多样性还要低。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的祖先种群在某个时期可能只剩下很少的几千人。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人类几乎是在灭绝的边缘走了一遭，我们差点就像尼安德特人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但我们没有。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科学家只能推测，可能是某个地区的气候相对稳定，也可能是我们的祖先找到了某种生存策略，让他们在灾难中存活了下来。但无论原因是什么，它都指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人类进化史上，我们曾经是那么脆弱，差点就灭绝了。这种脆弱是进化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仔细观察人类的行为，你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是一种会做梦的生物，我们会在睡觉的时候，在大脑中构建出各种奇异的场景。有的时候它们是美好的，有的时候它们是恐怖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做梦，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有趣的是，在很多古老的文化中，梦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们被认为是灵魂离开身体，去往其他世界的旅程。在一些文化中，梦甚至被认为是对未来的预言。虽然这些观点在现代科学看来是迷信，但它们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对梦的关注是普遍的、跨文化的。这可能暗示，我们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对非物质世界的认知。我们不需要被教导，就知道梦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它和日常的清醒状态不同，但它仍然是真实的。这种感觉可能深深刻在我们的基因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不是被设计来仅仅处理物质世界的，我们的大脑似乎还有其他的功能，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用到，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激活的功能。这些功能是进化来的，还是另有来源？另一种可能性是，梦可能并不是随机的神经活动，而是某种形式的信息接收。在科幻作品中，经常有外星人在人类梦中传递信息的情节。虽然这听起来像是虚构，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大脑有接收外来信号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是如何进化的？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进化出类似的能力？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证据表明梦有任何超自然的意义。但它们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点：人类的大脑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如果说梦是人类大脑的一种特殊功能，那么语言就是另一种。人类是唯一能够使用复杂语言的物种。黑猩猩可以学习一些手语，鹦鹉可以模仿人类的词汇，鲸鱼可以发出复杂的叫声，但所有这些都无法和人类的语言相提并论。人类的语言是真正的创造性语言，我们可以创造无限的句子，表达无限的思想。我们可以用语言描述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讲述虚构的故事，规划未来的行动。
这种能力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语言的起源一直是科学家争论的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从手势发展而来的，我们的祖先最初用手势交流，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有声语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从音乐发展而来的，最初是一些简单的旋律，后来逐渐变得复杂，成为了有意义的语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从工具制造发展而来的，因为制造工具需要复杂的计划和协作，这种需求推动了大脑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语言的产生。但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语言是如何突然出现的？如果你研究人类进化史，你会发现，语言的出现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阶段。大约在10万年前，地球上突然出现了能够使用语言的现代人类。之前的任何人类物种都没有留下任何语言的痕迹，没有符号，没有文字，没有任何形式的符号交流。这就像语言的出现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这怎么可能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语言能力的出现可能和某个基因突变有关。2014年，一项研究发现了2个和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 FOXP2 和 CNTNAP2。这些基因的突变可能导致语言能力的缺失，但这些基因是如何突然获得有利于语言的变异的，仍然是一个谜。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语言可能是外部输入的结果，也就是说，某种外部力量可能介入了人类大脑的进化，让人类获得了语言的能力。这种外部力量是什么？它可能来自地球内部，也可能是来自外太空。当然，这种解释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它太接近超自然的范畴了，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向。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不可能都排除掉，那么剩下的那个可能性，无论多么不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可能性。也许语言的出现真的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某种外力的产物。这种想法可能让人感到不安，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考人类起源的新视角。如果我们不是进化的产物，那么我们可能是被创造的。被创造这个概念，在现代科学中是被排斥的，它通常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而科学和宗教似乎是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这种二元对立，提出了一些介于纯科学和纯宗教之间的假说。其中一个假说被称为目的论。这个假说认为，生命的出现和演化并不是随机的过程，而是有某种目的在背后指引。这个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解释一些不可能的现象，比如语言的突然出现，比如人类大脑的快速膨胀，比如人类和地球其他物种之间的断裂。当然，目的论在科学界并不是主流。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生命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个体更容易生存和繁殖，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个过程是盲目的，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但自然选择说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有些科学家认为，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一部分，还有其他因素在进化中扮演着角色。
但这些因素我们还没有发现。也许宇宙中有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力量，在指引着生命的演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人类的存在可能就是这种力量的产物。现在，让我们回到人类可能不是地球原住民这个主题上来。如果人类真的不是原住民，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2个问题：一，我们来自哪里？2，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个问题有很多种可能的答案。我们可能来自火星，可能来自某个遥远的恒星系统，可能来自某个平行宇宙，甚至可能来自某个更高级的文明的创造。这些答案听起来都很科幻，但它们至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第2个问题，同样有很多种可能的答案。我们可能来这里殖民，可能来这里实验，可能来这里避难，甚至可能来这里受罚。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其背后的逻辑，但每一种可能性也都有其难以解释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些线索。首先，人类的寿命相对地球的其他物种来说是异常的长。一个普通人可以活到70、80岁，甚至更长。相比之下，大多数哺乳动物在野外只能活到它们预期寿命的1/3到1/2。黑猩猩作为我们最近的近亲，平均寿命只有大约40年，而人类即使在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也能活到60、70岁。这种长寿是进化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一种解释认为，人类的长寿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在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中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黑猩猩的婴儿在出生后几年内就能够独立行动，而一个人类的婴儿需要10几年的时间才能成年。这种漫长的成长期需要一个长寿命的父母来支撑，因此那些寿命更长的个体更容易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久而久之，人类的寿命就越来越长了。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寿命会在进入老年期后急剧下降？大多数老年人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病在其他物种中也有，但它们的发病率远低于人类。这是不是暗示我们的身体在某个层面上是设计失误的？另一个蛛丝马迹来自人类对环境的态度。我们人类似乎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对抗环境的物种，其他物种都在适应环境。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我们人类不同，我们是改变环境，让环境来适应我们。我们建造城市，让城市的温度变得更高；我们排放温室气体，让全球气候变暖；我们砍伐森林，让更多的土地变成农田。我们似乎不是在适应这个星球，而是在重塑它。这是为什么？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能力让我们能够预见环境变化的后果，并且计划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但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要改变环境，而不是接受环境？也许答案在于我们的本能。
如果你观察一个婴儿，你会发现，他在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就会表现出一些本能的行为，比如吸吮、抓握、凝视等等。这些本能是进化留给我们的遗产，它们帮助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能够和世界互动。但有一个本能，可能比其他的都要古老，也更加重要。人类有一种天生的探索欲，我们想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想要去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想要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这种探索欲在所有的物种中，可能只有人类拥有。它驱使我们走向了太空，登上了月球，建造了空间站，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它也驱使我们走向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赤道的热带雨林到北极的冰封大陆，从海底的深渊到高山的峰顶。这种探索欲是不是一种被设计的特征？如果是的，那么是谁设计了我们这种探索欲？也许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人类真的只是自然的产物吗？还是说，我们的存在有某种超自然的意义？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如果人类真的不是地球的原住民，那么我们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在大约几十亿年前，在宇宙中的某个角落，某种形式的生命出现了。这些生命可能和地球上的生命有着相同的祖先，它们也是从有机分子中诞生的，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但它们的进化走了一条和地球生命完全不同的道路。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它们发展出了高度的智慧，建立了辉煌的文明，掌握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技术。然后，某种原因，也许是灾难，也许是扩张的需要，也许是纯粹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把自己的种子播撒到宇宙的各个角落。这些种子可能是一些经过特殊设计的微生物，能够在各种极端环境中生存，也可能是一些信息载体，携带着它们的遗传信息，可以在新的星球上重新组合，变成新的生命形态。这些种子搭乘着陨石、彗星，或者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方式，穿越了星际空间，落在了地球上。它们在地球上生根发芽，开始了自己的进化旅程，从微生物到单细胞，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多细胞到复杂生命，从复杂生命到智慧生命。这个过程在地球上重复了无数次，最终产生了一种叫做人类的生物。人类继承了外来者的某些特征，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探索欲，他们对环境的陌生感，他们那种种设计失误的身体结构。但同时，人类也适应了地球的环境，成为了这个星球的居民。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人类已经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共享着同样的 DNA， 使用着同样的细胞机制，参与着同样的生态循环。但即便如此，在某些方面，人类仍然是特殊的。他们有语言，有文字，有艺术，有科学。他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思考宇宙的起源，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思考能力可能是外来者植入的种子的一部分。它们让人类不仅仅是一种生物，
还是一种能够理解自己、理解宇宙的存在。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它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我们人类并不孤独，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可能存在着我们的亲戚，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祖先的生命，他们可能比我们已经发展了几十亿年，掌握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技术，成为了宇宙中的高等文明。如果是这样，那么费米悖论可能就有了答案。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外星人，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之间还隔着几十亿年的演化差距。其次，它意味着我们人类的存在可能有某种使命。如果我们是某种外来者播撒的种子，那么我们的存在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也许它和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有关。我们正在慢慢地走向星际空间，开始把我们的种子播撒到其他星球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是那些外来者的延续，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的，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假的。在科学上，这种状态叫做无法证伪，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这让人类可能不是地球原住民这个假说成为了一种有意思的思考方向。但即便如此，它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确定的答案，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最美体现。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可能只是一粒微尘，但即便是一粒微尘，也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而你正是这种认识的一部分。现在是时候休息了，放下那些关于人类起源的思考，让它们沉淀在潜意识里。也许在你的梦中，你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也许在明天的清晨，你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无论如何，记得好好休息，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晚安。